男人将怀胎8个月的妻子赶出家门，没想到妻子一气之下找到医生预约引产手术。医生提醒女人，孩子月份已经很大了，若是引产，恐怕以后也怀不上孩子。询问孩子的父亲同不同意，他死了。死了？随后医生给女人预约了引产手术，而时间就定在2天后。殊不知女人之所以如此狠心，全都是渣男丈夫咎由自取。原来就在刚刚，丈夫在家中给白月光庆祝生日，却让妻子挺着大肚子做了一桌子的饭菜。恃宠而骄的白月光借着玩真心话的游戏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嘲讽女人，肚子上的妊娠纹好像恶心的蛆虫。女人只是生气的回对了几句，岂料却被丈夫怒斥妻子小题大做，说白月光只是开个玩笑。她这样扫兴的行为破坏了好好的氛围，而这让白月光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随后白月光打着自己酒精过敏的幌子，让女人替自己喝下游戏输了要喝的酒。没想到男人为了保护白月光，竟强行给怀孕的妻子灌下了酒，而妻子只是本能地推开了男人，却让丈夫觉得在兄弟面前丢了面子，怒不可遏地将妻子赶出了家门。这一幕就连兄弟都看不下去，劝说男人不要把事情闹大了。怎料男人却说妻子怀孕胖得像一头猪，除了自己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要她。殊不知被门外的妻子听得一清二楚。这一刻女人彻底心死。就在男人还在狂妄地和兄弟打赌，妻子10分钟后就会乖乖回来给自己下跪认头。殊不知妻子早已离开，转身便找到医生，预约了2天后的引产手术。然而等女人回到家，丈夫对着女人又是一通指责，以为妻子还在为白月光的事置气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你跟他斤斤计较什么？一个快当妈的人了，气性还这么大。傅雪年纪还小，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在我和你结婚之前，我也只是一个小姑娘。我只不过是比他大1岁而已，你凭什么让我无条件的包容他？他说我的妊娠纹像蛆是玩笑，说我胖的像猪也是玩笑，在他嘴里，所有针对我的话，在你眼里都是玩笑，甚至还让我这个岳父替他喝酒。小雪酒精过敏，我只是担心她出事，而且我上网查过，你喝的那点酒度数又不高，喝了不会有影响。面对妻子的指责，男人只觉得妻子矫情，随后便不耐烦地像使唤下人一样，指挥妻子收拾掉自己的残羹剩饭。心灰意冷的女人转身便走向卧室，岂料白月光竟穿着自己的睡衣走了出来。女人转身质问丈夫，男人却理直气壮地表示外面下暴雨，她一个小姑娘出去不安全，反问妻子难道这点小事也要和自己争吵？女人感到很无语，头也不回地回到了卧室。一反往常的举动让男人心里七上八下，晚上便又虚伪地和妻子道歉，说自己是因为太生气才会那样做。本以为丈夫良心未泯，岂料这时白月光打来电话，对不起，米西哥哥，肯定是我惹知一姐生气了，我还是不待在家里碍你们的眼了，我自己回去，不用担心我。白月光茶言茶语的一番话，却瞬间让男人慌了神，甚至将过错全都怪在妻子头上，一把将妻子拉起，扬言要是白月光出了什么事，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。随后便拉着妻子出门寻找白月光。门口的白月光眼看机会来了，故意一个脚崴倒在路边，男人慌张地把白月光抱起，却不管不顾地把妻子撞向车筐。